彩虹这么治愈人心的东西，居然也会有人不喜欢。没错，又是埃里克这个小胖子，因为彩虹会爬上你的裤腿去咬你的屁屁。凯尔一听寻思，彩虹还会干这个，又问了一嘴后，他确信了，这傻小子把彩虹和虫子搞混了。那种绮丽的架在天空之上的七彩桥，没有人会不喜欢。埃里克这才反应过来，说自己搞错了，尴尬的找补说自己喜欢那个酷东西。几人就爱看这小子出糗，还想继续逗他的时候，赫伯特已经来到了教室里。之前市里举行了一场名为“拯救脆弱地球”的作文大赛，南方公园的孩子堆里有那么一位杰出人才获得了这个奖项。温迪自信极了，不用猜，肯定是自己呀。赫伯特一开口，全班都愣了，获奖的居然是埃里克。斯坦觉得超级震惊，这小子连彩虹雨林是什么都弄不明白，怎么拿到第一的？我请问呢？埃里克不服气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不就是冰冻果酱饼吗？一听到杀出重围的埃里克连自己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温迪更气了，自己认真考究写的濒危动物宽吻海豚，还比不过一个果酱饼。埃里克觉得温迪写海豚很蠢，因为海豚很蠢。斯坦又一次打了埃里克的脸，海豚可是这个星球上第二聪明的物种呀，老哥。埃里克不服气，那么聪明怎么还会被捕呢？赫伯特让他们稍安勿躁，公告还没念完呢。给埃里克颁奖的是著名歌手凯瑟琳·李吉佛德，并且颁奖仪式还会在电视上播出。尼尔斯市长那是相当兴奋，南方公园能否闻名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名声打出去了，看谁还说这里鸟不拉屎，说不定还能让自己的民众支持率大大提升。他们得在电视前展现最完美的市容。泰德和约翰逊提议让大叔去唱首歌，彰显咱们市没有种族歧视，还要给孩子们编排一出话剧，因为凯瑟琳喜欢孩子。约翰逊补了一嘴，尤其是打黑工的孩子。大厨找到孩子们，告诉他们自己被邀请在典礼上唱歌，这事想都不敢想，自己可是一直都拿凯瑟琳当女神的，每天睡前都要幻想一下。这一次正好给了机会，自己说不定可以引诱她来搞一搞，简直棒呆了。凯瑟琳的到来还牵动着赫伯特的心，他已经兴奋到没法专心看卷子了。一旁的玩偶帽子先生一直投来死亡凝视，他提醒赫伯特别忘了凯瑟琳给他带来的痛苦。这事儿得从赫伯特孩提时代说起了，那时候他就和帽子先生形影不离，只是赫伯特这老小子小时候就一脸老相海，他和帽子先生的双簧获得了极高的评价，本以为可以胜出，没想到啊，凯瑟琳竟然上台了。他一上台就带了一整个合唱团的人一起表演，甚至人家还有2个手。小小的赫伯特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艳压群芳，当然是说财力。现在想想，赫伯特还是觉得不公平，怎么有人表演可以带大象和长颈鹿上台啊？帽子先生觉得旧事不能重演，所以想了一个邪恶的计划，那就是杀掉凯瑟琳，直接斩草除根。市长来到班上给同学们安排任务，舞台剧的重任就交给了他们。表演内容嘛，自然是关于南方公园历史的舞台剧，导演也是光荣的给到了赫伯特。赫伯特立刻有了斗志，自己不必杀了凯瑟琳，只需要超越她就好了。温迪此时还不服气，觉得大家该去查查埃里克是不是作弊了。可市长根本不在意，只想让大家借此机会给南方公园贴金。说到上电视，那埃里克作为获奖者，自然是被当做了门面的，所以市长觉得这小子得减肥，不然这双下巴多少有点吃饱撑的。之后一直跟到放学，埃里克都在念叨着自己要上电视喽，念得越多，斯坦就越烦。本来该是自己的女神上电视，而不是这个小胖子。埃里克也是锐评，好兄弟，你居然为了女人的破阅文章给自己插2刀，真的生气了。斯坦也气，骂自己女神也就算了，海豚那么聪明善良的动物你也骂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两人嘴炮了10来个回合，斯坦只想知道埃里克到底写了什么，埃里克都懒得搭理他，说起身回家塑身去了。结果一回家就是薯片吃着走，直到电视上出现了一个肌肉男打广告，新款蛋白粉要你肥4000，吃一口直接变型男，只是吃多了可能对肝脏、肾脏造成无法恢复的损害。此时的埃里克哪管那么多，为了变成型男也是拼了，马上让老妈给自己买。老妈本想等到明天再说，结果埃里克和踩到电门了似的，一直催他。老妈吓得火速换上衣服出发，得，熊孩子就是这么宠出来的。转天一早，众人就看到了脑子有泡的埃里克，手上举着蛋白粉，只穿了件骚粉老头衫。凯尔关心他，反倒被怼了一顿。他是专门这么穿的，就是为了秀自己的身材，自己可是要上电视的，比他们这群瘦猴牛得多。说完校车就来了，他带着一身肥膘往上走，却被大门给卡住了。他以为是自己的肌肉壮到这种程度了，非常的欣喜若狂。另一边，赫伯特因为太想赢过凯瑟琳，晚上觉都睡不好了，满脑子都是对方的歌，一对上帽子先生的眼睛，耳边就像有鼓声在低语，让他杀了凯瑟琳。赫伯特吓得将帽子先生丢进了抽屉里，满脸疲惫的来到了市中心的舞台上。市长询问他剧本搞得怎么样了，赫伯特表示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正好准备排练。既然是历史故事，那么大家就会看到可怜的印第安人被白种人残忍杀害的剧情。市长直呼不行，怎么可以让凯瑟琳看到孩子们大打出手啊？赫伯特不理解，不是你说的要历史吗？再说了，凯瑟琳喜不喜欢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去死吧！我说。这话一出，大家都惊了。市长直接取消了他的导演权。回到家，帽子先生就嘲笑他，早说了吧，听自己的话，这些历史就不会重演了。赫伯特有些崩溃了，
自己不能杀人，但是帽子先生可以。他来到了林中小屋，打算买把枪出发。店主一听赫伯特的话就知道这是要去追寻自由了，贴心推荐了斯特拉特服。赫伯特觉得有点小了，想换个气派的，最终选定了一把黑色的。距离表演只剩下1天时间了。凯尔觉得埃里克的肥肉有点太夸张了，简直堪称空前绝后的肥。埃里克即刻否认自己这叫有型好吗？凯尔都不想说他，真的一点自觉都没有，随便过去个人都想按下 F 上坦克了，还说自己不胖呢。温迪走过来悄悄告诉斯坦，自己咽不下这口气，打算去找到埃里克的作业，查清真相。半夜他偷溜进学校，却意外听到了赫伯特的杀人计划。第二天，赫伯特就抱着枪来到了广场。位于雪域的城镇抱着一把猎枪并不奇怪，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赫伯特的猎人不是动物，而是人类。他跑到不靠谱警长面前，问他哪儿可以完美瞄准，不对，清楚看到凯瑟琳。警长觉得藏书楼是个好地方，赫伯特抱着枪就踏往了战场。眼看着各个镜头长枪短炮的架好，埃里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威武身姿了。凯尔觉得一个镜头根本装不下埃里克。温迪气喘吁吁的跑过来告诉男孩们，大家得去阻止赫伯特，他要枪杀凯瑟琳。埃里克根本不信，觉得这是温迪嫉妒自己上电视，所以想要搞破坏。老做这些，不如承认自己文章写的比他好。很不凑巧，温迪已经看过了埃里克的文章，知道他赢的原因了。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要是再不去阻止赫伯特，就真的会发生惨案了，并且他需要斯坦的帮忙。女生一个请求，斯坦心都软了。说话间，市民们已经开始欢呼凯瑟琳的到来了。赫伯特定睛一看，尼玛，这是防弹玻璃都准备好了。看来不单单是自己想杀了凯瑟琳，不过没关系，他总能等到凯瑟琳走出玻璃罩的那一刻。开场表演就是踏出的情色歌曲，市长哪能继续让他唱什么要把凯瑟琳拆尸入腹的诡异歌词，直接拽着大老黑下了台。温迪找到了警长，希望他能帮忙。警长可算是靠谱了一会儿，细想刚才赫伯特确实不对劲儿，不过自己找不到他在哪儿，只能发全境公告了。不是哥们儿，前嘴说完藏书楼，下一秒就忘了是吧？好在斯坦眼神好，找到了赫伯特。赫伯特告诉赶来的小屁孩，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解决掉自己的心理阴影。温迪只能和他继续周旋。他作为过来人，太能理解赫伯特了，他就是该赢下那场比赛。但赫伯特觉得一切称赞都来得太晚了，他必须杀掉凯瑟琳。典礼已经举行到了颁奖的那一步，肯尼和凯尔费了老鼻子劲儿才把埃里克拖上台。赫伯特的镜头也已经对准了凯瑟琳。温迪告诉赫伯特，就在今天，他学到了东西，胜败本是常事，即便输了也不能针对赢的人，因为输了就是输了。本来话题到这儿已经感化了赫伯特，斯坦一句话又给人点毛了。赫伯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凭啥他有俩人偶？他转头就开了枪，子弹破空的瞬间，舞台发生了剧烈的震动。埃里克太胖了，压断了舞台，直接把凯瑟琳翘到了空中。于是子弹打在了倒霉鬼肯尼身上，飞出去的肯尼一头插到了旗杆上。这场骚动让凯瑟琳火速逃离了现场，连话剧都不看了。现场只剩下了埃里克的哀嚎，自己赢的作文还没上电视呢。温迪觉得埃里克自己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压根不配得奖，因为埃里克投稿的是人家梭罗写的《瓦尔登湖》。台下的观众表示自己并不感兴趣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乎谁是冠军，只要凯瑟琳能来就行。现在主角走了，大家也都散了。不过台上哀嚎的除了埃里克，还多了个市长。警长这边也是抓到了赫伯特，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。面对来探病的孩子们，他很抱歉，毁掉了上电视的机会。凯尔告诉他，埃里克其实还是上了电视的，不过上的是超级肥节目。这一下他总算是能用实力取胜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泞一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英，我们再见。